如果屏幕前有各种品牌的小伙伴，您听我一句劝，我明白，我这种人不是您挣钱的目标，我也不骗您，我比您挣钱目标的那些人有钱，但是呢，我不往那儿花，我卖双鞋也就这样了。这我们这些人，包括现在屏幕前的各位，这些跑步的小伙伴们，可能都不是您挣大钱的目标，但是啊，差不多得了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4月15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，有意思的一期啊！有小伙伴说，以为我不会说，那肯定得说呀，对吧？我又没有合约，又没有赞助，是不是？朋友也不太多。先恭喜啊！他们说袁大都的马老师昨天 PB 了，恭喜恭喜！不知道跑了多少，但是应该是很快很快的，真是不容易，持之以恒的力量。还有好多小伙伴发来了捷报或者是一些小遗憾，都恭喜各位。今天是我的第一个训练日，计划要跑21，脚腕的伤呢还是有感觉，不知道怎么弄，好长时间了哈，但是在逐步的好转中，只不过越到快就是最后那一点时候好的太慢了。今天咱们题目叫什么呢？叫北京半程表演赛，或者是北京国际长跑艺术节啊，不对，北京国际艺术节。可能好多小伙伴都没听过后边这名字。原来这比赛叫北京国际长跑节，北京国际长跑节，好几十年了。那时候最早叫什么？北京环城跑。我啊，带引号的有幸参加过2015年最后一届北京国际长跑节，5公里、10公里，那时候不是半马。跟大家说过好多次了，这个赛会的组织吧，一言难尽。但是那时候好歹就是，你只能说，要不然是能力不足，要不然就是事业心不足，他组织的不好。不好这个事儿，人就说我就这能力，你也没办法，对吧？这回组织的太好了。一会儿再换个视角，进了大阪城咱们聊啊。我刚才其实切了第一视角，聊了2句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跑慢一点，咱们对着镜头说这事儿。就是首先，我跟任何的品牌都没有合约。我今天穿的是 Vaporfly 第3代。好久没穿这双鞋了，这双鞋现在穿感觉没有 Essex 的那个 Edge 有劲儿，也可能大阪马拉松之后加上现在养伤，我沉了大概1公斤，不知道。昨天上午我去看柯南了，这边时间8点40，北京时间7点40开场。我现在觉得我这个决定特别对。我要是昨天看了这场，有一位长辈在我的朋友圈对这场比赛定性叫愚蠢且拙劣的表演。如果昨天我看了这个，我就洗眼睛了。这怎么会出这种事情？不过也不奇怪，就这个赛会的组织吧，一直反正弄不明白。他们也就是说实话，没有竞争，反正得办，反正每年都是我办，反正不管办成什么，就北方话啊，办成什么奶奶样，都有人花钱赞助。这比赛唯一给我只有2次，我觉得还不错的体验，这2个事儿。第一个事儿就是领东西的时候找的本地的
老大娘志愿者们一口一个孩子小伙子的叫着，又是乡音，可能挺亲切，但这也跟组委会没关系。还有一事儿就是那年给我把号码从 B 区改到 A 区，因为后来的成绩，我说这还凑合，还行。其他的这场比赛，我吐槽过无数次，各种可圈可点的，就怎么吐槽都没毛病的问题。但是这个咱不找后账啊，就说昨天这场表演赛，有小伙伴说，那基普乔格破2不也是这样吗？兄弟，那就是表演赛，那不是你不能在一场正式比赛上干这个事儿。这事儿首先那3位外籍运动员不是官方的兔子，这个很明确，就是竞技者。第二，他不是某品牌私下说的，说是我请的人要怎么样，对吧？就是他没有公开说出来，而且就算公开说出来，只要你跑到终点是在比赛上，因为这场比赛不要忘记，它是国际田联和中国田联都认证挂牌的比赛。那在这种比赛上出现这种问题就是不行，从规则上来说不行，咱们先不说从道德角度上去说。所以作为国际田联和中国田联，首先要对这个赛会有惩罚有处罚，你不能再给什么还各种金牌银牌铜牌什么乱七八糟牌的认证，或者你留赛查看，或者你就降低他的评级，这讲道理吧。然后第二，不出意外能跑到这个成绩的那3位外籍运动员，应该都是国际田联注册的运动员，他们做了一件明显事实上违背体育精神的这么一件事儿。那国际田联要给处罚，要重罚已经既成事实的破坏体育精神的运动员。我这儿先只说那3位外籍运动员，因为就何洁来说，他无论事先是否知情，或者说知情到什么程度，他至少在这场比赛上没做错什么，他全力以赴跑了。就是最后那画面太有意思了，他感觉确实实力差距很明显，是吧？我们的运动员吧也比较的质朴，不过他们也没办法，就是整个的环境下跑马拉松的人的收入还是比不上球类运动员，他没有资本和所谓的金主们抗争了。你想，你是不可能说我最后我看是这情况我就罢赛了，我不冲刺了，也不太可能。那可能未来训练的这个经济来源就没有了。之前大破节第一次打破日本纪录拿到那笔巨额的奖金的时候，就说跑马拉松真的挺费钱的，这些钱大多数都得投入到训练中。那他去肯尼亚去美国，那不是日本政府给钱，那也是自己的团队出钱，请教练请康复师，对吧？没办法。所以我的态度就是要处罚比赛，要处罚造假的运动员。这个事情就是事实上的明显造假，没有任何的其他可能性。只不过现在大家在讨论的是谁在造假，就是谁是始作俑者。那这个就调查嘛，启动调查。咱们先说的就是事实上要处罚赛会和运动员，因为这两方是明显的有责任的。然后再说那些幕后黑手们。不过昨天我也看了几位自媒体老师的评价，有的说的也对，就是你都别说其他品牌，你说 Nike， 你说他指着 Alpha Fly 3挣钱吗？真的不是，他指着
潮流款，还有那些篮球鞋，还有那些面向更大众的跑步鞋去挣钱。某品牌它也是，所以现在这时代就是真的，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儿，或者做这些事儿的人非蠢即坏，但是他又蠢又坏以后，他没有后果，这是最可怕的。为什么我上来就说要处罚呢？就是人做了坏事如果没有后果，那早晚有一天好人也会变成坏人。但是就目前的社会环境来看，至少从经济上可能不一定有太多的后果，因为坏人再怎么坏，就骗子再怎么坏，傻子都不够用。那屏幕前的各位应该都不是那种人，都是有判断力、有独立思考、有比较正的价值观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今天说这个事儿？你看我有点打磕巴，我得想想什么能说，什么不能说。但是我觉得说这个没有错，我自认为我的至少在价值观上我还是比较的正的。就人不能昧着良心做事情，对吧？而且呢，大一步说，我不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用力过猛的一个，就不要进入一个用力过猛的时代。就像我这年纪都应该经历过那一次的韩日世界杯，对吧？那用力过猛的国家去参赛，那给全世界带来了什么呢？同意吧？你希望你是那种人吗？当然了，资本无所谓，而且这事儿是这样，不管国内还是国外都是，那公司背后的股东大老板们是谁你都不知道，那操作的 CEO 或者执行者或者大的 VP， 这些出来，比方道个歉或者背个锅接个脏水，但是最后你真正的股东们还是在分钱呀，所以人家不在乎这个，没办法。但是用力过猛这个事儿呢，肯定不是好事儿。咱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就说足球、篮球这种团队技巧型的东西，虽说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但是有运气成分，有很多的运气成分和不确定性。马拉松这么一个武无第二的项目，谁快谁就是冠军的项目，要让一些人玩成这样，那就真的快玩到头了。不过幸亏这是个马拉松比赛，这要是场球赛，那背后指不定还有什么其他的跟钱有关系的恶心的事儿，对吧？马拉松比赛在这点上我觉得还不至于，因为没有市场嘛，对吧？另外就是赛会和赞助商之间的关系和博弈，就是人是这样，无论您是一组织还是个人，像我坚持的原则就是：第一，独立思考；第二，坚持底线；第三，有原则；第四，勇于表达自己的原则。你只有这样才能被人尊重。如果你无底线的去逢迎讨好什么的，没有人真心瞧得起。我觉得是时候到了要整治一下的时候了。不说别的，就我们这个完赛证书上越来越多的赞助商的 logo 这事儿，就真不差那一点儿，真不差那一点儿。你看这边比赛完赛证书上就没 logo， 但是也有好多赞助商。您平心而论，谁真的会因为证书上某个 logo 就记住某个品牌去买它吗？不太可能吧。这其实是一个小事儿，就能看出，就很多人其实这世界就是草台班子组成的。他有时候吧是主要是蠢，其次是坏，但是因为太蠢，坏都坏不到点子上。一言难尽。
所以劝大家以后就，你要本地人报这比赛跑一跑，其他的差不多得了，就不太值当的来。哎呀，真的没办法。就像我2015年参加最后那一届5公里、10公里，那到最后奖牌发给谁，组委会都不知道。弄了半马之后，那疏散区域工作人员全都不知道地铁口是封着的。但这是你还办什么劲啊？别办了，对吧？大家就拿出一少半的钱一分，谁都别说，把比赛一取消，哎，不占用公共资源。对，有一小伙伴说的也对，就是你占用公共资源办了比赛，然后你在这个比赛上玩表演，这是彻彻底底的侮辱看比赛的人呀，对吧？行吧，我都快到家了，我都把脚疼这事儿给忘了。咱也不总结了，说的有一搭没一搭的，就看下一步怎么为这件事情，怎么说呢？能牵扯出多少吧？我们训练之后见啊！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4月15号星期一清晨7点03训练结束，今天第一个训练日，跑了21.5公里。他一直举着摄像机说话，都把脚疼这事儿给忘了。脚还是有点感觉，还是偶尔会疼，但是是在好转，只不过越到最后好转的越慢。这个就这么着吧，然后看看明天的情况。平均配速4分59，平均心率143。因为一直举着摄像机，胳膊劲儿太小了。你们看我老左右换手，因为我还是觉得这个事儿面向观众说吧，我说的其实不够放得开，我在家说的比这放得开的多。但是确实有时候也不能太口无遮拦，是不是？但是呢是这样，有些时候不管是人还是品牌还是组织，在慢慢强大的过程中，会把握好自己，变得越来越强大。但是也有些会被一些不管是钱还是名气还是什么冲昏了头脑，导致一些事情的发生。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是连带的一连串的事情的发生。我说的大家应该都明白。至于赛会这个事儿，我觉得当然了，绝大多数或者说几乎所有国家各种赛事都是这样，它组织者就是赛会是没有一个所谓的竞争关系的，就并不是说北京半马、上海半马或者大阪全马有2到3个组委会去竞争今年谁办，并不是这样，它就是这一个组委会。因为原来这种事儿其实大家都不觉得是个事儿，你知道没有人往这儿想，就是因为还没有那么多经济利益。但是现在可能昨天这场表演赛是个开始，以后可能越来越多的比赛会有这种情况出现，因为赞助商可以每年变，但是组委会就那一个，那这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呀。所以是不是要去考虑如何去怎么说呢？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，哪怕先去尝试，先做起来，总没有坏处。至于赞助商这事儿吧，反正如果屏幕前有各种品牌的小伙伴，您听我一句劝，我明白，我这种人不是您挣钱的目标，我也不骗您，我比您挣钱目标的那些人有钱，但是呢，我不往那儿花，我买双鞋也就这样了。这我们这些人，包括现在屏幕前的各位，这些跑步的小伙伴们，可能都不是您挣大钱的目标，但是啊，差不多得了，就跟，哎，就怎么说呢？大气一点，别人会更记住您。不管是印 logo、印字儿还是各种，是不是？哈，这个咱就像最后这证书也一样，证书上 logo 越来越多这事儿呢。我也是觉得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？理解，但没必要。行吧，那这不高兴的事儿就过去。今天
晚上的波士顿马拉松睡得晚的小伙伴看看直播，应该是怎么说呢？波士顿马拉松直播是挺无聊的一条大直线，但是看看周围的观众吧。在波士顿的小伙伴，那位车祸受伤的小伙伴，也祝福他在今年的比赛上，在应该是志愿者吧，有不错的体验。向所有的比赛的志愿者们致敬，向所有的没有参与这场拙劣表演的、为这场比赛付出的，无论是工作人员、志愿者，就是拿钱的还是不拿钱的，还是跑者就是花钱的，都致敬，都不容易一场比赛啊！好吧，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、健康平安吧。咱们明儿再见。